人这一辈子最难跨的一道坎，从来都不是贫富贵贱的起落，不是生老病死的无常，而是那道藏在你心底最深处，连你自己都不敢轻易触碰的情关。而真正跨过这道关的人，无一例外都会先失去2种能力。世人都以为这是麻木，是心死，是对世间再无期待，却不知这正是你那颗被尘劳烦恼层层包裹的真心觉醒的第一道曙光。2500多年前，佛陀在楞严会上早已点破了这世间最根本的缠缚：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已是因缘经百千劫，常在缠缚。你或许听过无数人说修行要过情关，可你真的知道佛家语境里的情关到底是什么吗？世人总以为过情关是断情绝爱，是孤家寡人，就是再也不对任何人动心，再也不踏入任何一段关系。可这根本不是佛陀说的修行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执着，是用逃避的方式来对抗自己内心的恐惧。真正的情，在佛家的语境里，核心从来都不是世俗说的男欢女爱，而是贪爱。执着占有欲，是你最深的我执最直接的体现。你对一个人的爱，本质上是我要我得，我必须拥有的执念，是你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绑定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上，把自己人生的主动权完完全全交了出去。而情关就是你修行路上最难突破的一道关卡，因为它直指你最深处的执着，直指《金刚经》里佛陀说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你爱一个人，是执着于我的需求，执着于他的样貌，执着于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执着于这段关系要永恒不变。这就是对四相最深刻的执着。所以真正的过情关，从来都不是断情，不是绝情，而是不被情所缚，不被爱恨所转。哪怕身处关系之中，你的心也依然自在清明，不会因为聚散离合而起伏，不会因为爱恨恩怨而痛苦，真正达到《心经》里说的心无挂碍的境界。而要跨过这道关，你最先要放下的，就是世人拼尽全力想要拥有的那2种能力。今天我就把佛陀留下的这一段被很多人误解的智慧，完完整整讲给你听。只要你能静下心来，把这段内容听完，你一定会明白，自己这么多年的痛苦到底来自哪里，又该如何解脱。如果你也想要跨过自己的情关，想要获得内心的自在与清明，不妨在评论区写下心无挂碍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既是为自己种下一颗善念的种子，也能和更多同路的人一起修行，一起成长。2500多年前的舍卫城有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名叫摩登伽女。她生得极美，见过她的人无不为她的容貌动心。城中的贵族公子排着队想要娶她为妻，可她的一颗心却完完全全系在了一个比丘的身上。那个名叫阿难的男子是佛陀座下最俊朗最温和的弟子。那一日，阿难托钵乞食，路过摩登伽女的家门口，只是一眼，摩登伽女就彻底沦陷了。他看着阿难温和的眼神，看着他从容的步履，看着他身上那股清净安然的气质，心里就像被投入了一颗石子，再也无法平静。从那天起，他的世界里就只剩下了阿难一个人。可阿难是出家人，持戒精严，从来都不会多看他一眼，更不会回应他的心意。身边的人都劝他，阿难是佛陀的弟子，是要了脱生死的出家人，你和他是不可能的，不如早点放下，找一个合适的人好好过日子。可摩登伽女根本听不进去，她哭着求自己的母亲，说如果得不到阿难，她就活不下去了。她的母亲心疼女儿，拿出了一种咒术，告诉她这个咒术可以迷惑人心，能把阿难引到她的身边来。
摩登伽女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她根本不在乎什么咒术的后果，她只想要得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人。到了月圆之夜，母亲念起了咒语，果然正在托钵乞食的阿难瞬间就被咒术迷惑了心神。他只觉得浑身发热，意识模糊，脚步不受控制的就朝着摩登伽女的房间走了过去。摩登伽女看着朝自己走来的阿难，心脏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出来了。她终于要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人了。可就在阿难即将踏入房间的那一刻，佛陀的佛光瞬间普照过来，整个房间都被清净的光芒笼罩，咒术的力量瞬间消散。阿难猛地清醒过来，看着眼前的场景，羞愧难当，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。而摩登伽女也被这股佛光震慑住了，随后她和阿难一起被带到了佛陀的面前。舍卫城的人听说了这件事儿，都赶过来看热闹。所有人都以为佛陀一定会斥责这个荒唐的女子，一定会惩罚她用咒术迷惑比丘的罪过。可佛陀只是平静地坐在那里，看着泪流满面的摩登伽女，只是轻声问了她一个问题。佛陀问：你如此执着于阿难，到底爱他什么？摩登伽女想都没想，脱口而出：我爱他的眼睛，爱他的鼻子，爱他的声音，爱他走路的样子，爱他身上的一切，只要是他的，我都爱。佛陀又问：那他眼睛里的眼屎你也爱吗？他鼻子里的鼻涕你也爱吗？他嘴里的口水，肚子里的脓血，肠胃里的粪便，这些都是他身体里的东西，你也爱吗？摩登伽女瞬间愣住了，脸上的红晕一下子褪去，张了张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佛陀没有停下，继续问他：那如果阿难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，脸上长满了皱纹，走路颤颤巍巍，连话都说不清楚了，你还爱他吗？如果他生了重病，躺在床上，浑身恶臭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你还爱他吗？如果他死了，身体慢慢腐烂，生了蛆虫，最后变成一把白骨，散在泥土里，你还爱他吗？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锤子敲在摩登伽女的心上。她看着佛陀，眼泪越流越凶。她突然明白，自己奋不顾身去爱的，从来都不是那个真实的阿难，而是自己心里投射出来的一个幻影。他把自己对美好的期待，对陪伴的渴望，对填补内心空虚的需求，全都投射在了阿难的身上，编织出了一个完美的爱人的梦，然后奋不顾身地朝着这个梦飞蛾扑火。他以为自己爱的是阿难，可实际上他爱的只是自己的贪爱，自己的执着，自己的我要拥有的执念。就在那一刻，摩登伽女的心彻底开悟了。她跪在佛陀面前求出家修行，佛陀应允了她。后来她精进修持，很快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位，成为了佛陀座下著名的比丘尼。而证悟后的摩登伽女再也没有了当年那种奋不顾身去抓取、去占有、去索取的爱的能力。她不再为了被爱而患得患失，不再为了拥有而飞蛾扑火，不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绑定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。他把那份曾经局限在一个人身上的自私的贪爱，完完全全转化成了对世间一切众生平等的慈悲。他的爱如同阳光普照万物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挂碍。这就是跨过情关的人会失去的第一种能力，那种带着强烈我执的奋不顾身去贪爱的能力。而第二种能力和贪爱同根而生，却比贪爱更能把你拖入苦海，那就是咬牙切齿去恨的能力。同样是在佛陀的时代，王舍城里有一个让所有人闻风丧胆的人，名叫央觉摩罗。在世人的眼里，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杀人魔，他的腰间挂着999根人的手指，每一根手指都来自他亲手杀死的人。
他的师傅告诉他，只要杀满1000个人，把他们的手指做成指蛮戴在头上，他就能修成世间最无上的道法。没有人知道央觉摩罗原本并不是这样的，他曾经是一个温顺善良聪慧过人的年轻人，是师父最得意的弟子。师父把自己所有的学识都倾囊相授给他，可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遭到了师兄弟们的嫉妒。师兄弟们设计陷害他，在师父面前污蔑他，说他想要非礼师母，想要抢夺师父的道法。师父听信了谗言，对他恨之入骨。可他知道央觉摩罗的功夫很高，自己根本打不过他，于是就想出了一个阴毒的计策。他告诉央觉摩罗，只要他能在7天之内杀满1000个人，取下他们的手指做成指蛮，就能洗清自己的冤屈，就能修成最无上的梵行。被冤屈、被背叛的痛苦，瞬间就冲垮了央觉摩罗的理智。他的心里装满了咬牙切齿的恨，恨那些陷害他的师兄弟，恨不信任他的师父，恨这个不公的世间，恨所有看不起他的人。他觉得只有报复，只有让那些伤害他的人付出代价，他才能解脱，才能抚平心里的伤口。于是他拿起了刀，躲进了王舍城郊外的山林里。凡是路过的行人，无一例外都死在了他的刀下。他每杀一个人，就取下他的一根手指，穿起来挂在腰间。王舍城的人都怕他，怕得要死，再也没有人敢单独出城，哪怕是成群结队，也要带上护卫。很快7天的期限就要到了，央觉摩罗数了数自己腰间的手指，已经有999根了，只差最后一根就能凑满1000。可他找遍了整个山林，都找不到一个落单的行人。王舍城的城门也紧紧关着，没有人敢出来。就在他快要疯掉的时候，他远远地看到一个老妇人提着篮子，正朝着山林的方向走来。那是他的母亲，担心他饿肚子，特意来给他送食物。央觉摩罗的眼睛瞬间红了，他脑子里只剩下了杀满1000人的念头。他举起了刀，嘶吼着就朝着自己的母亲冲了过去。他要杀了自己的母亲，凑满这第1000根手指，完成师父的要求。就在他的刀即将砍到母亲身上的那一刻，佛陀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，平静地挡在了他母亲的身前。央觉摩罗看到佛陀，瞬间就转移了目标，他放弃了母亲，举着刀嘶吼着就朝着佛陀冲了过去。他要杀了这个出家人，凑满自己的指蛮，完成自己的修行。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佛陀只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着，看起来走得极慢。可央觉摩罗拼尽全力狂奔，跑得筋疲力尽，浑身是汗，却怎么也追不上。他和佛陀之间的距离始终都没有变过，无论他跑得多快，都无法靠近佛陀一步。最后央觉摩罗再也跑不动了，他瘫倒在地上，对着佛陀的背影用尽全身的力气怒吼：和尚，停下，快给我停下！佛陀慢慢回过头，平静地看着瘫在地上的央觉摩罗，轻声说：我早就已经停下了，从来都没有动过，真正没有停下的是你自己啊。央觉摩罗愣住了，他喘着粗气，不懂佛陀的话。他明明一直在跑，佛陀一直在走，怎么会是佛陀停下了？他没有停下。佛陀继续说：你被嗔恨的鞭子抽打着，一刻不停地奔跑在报复的路上，从来都没有停下过。你杀了999个人，可你真正恨的到底是谁？你以为你杀的是那些路过的陌生人，可你每一刀砍的都是自己的真心。你困在被伤害的执念里，困在咬牙切齿的恨里，就像一个人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，想要把自己提起来。你以为你在报复别人，可最先被这把嗔恨之火烧伤的，永远都是你自己。
佛陀的每一句话都像一道清泉，浇灭了央觉摩罗心里的嗔恨之火。他看着佛陀，突然就崩溃了，眼泪混着脸上的灰尘流了下来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这么多年的恨，从来都不是因为别人的伤害，而是因为自己放不下的执念。他以为报复能让自己解脱，可每一次杀人，每一次升起恨意，都只会让他的痛苦更深一层。他以为恨能让自己变得强大，可实际上，恨只会让他变成情绪的奴隶，困在轮回的苦海里，不得出离。就在那一刻，央觉摩罗心里所有的嗔恨、怨怼、报复心全都烟消云散了。他跪在佛陀面前痛哭流涕，求出家修行。佛陀应允了他。后来他精进修持，也证得了阿罗汉果位。证悟后的央觉摩罗每天都托钵去王舍城里乞食，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家属看到他就会拿起石头砸他，拿起刀砍他。他经常被打得浑身是血，可他的心里从来都没有升起过一丝一毫的嗔恨，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报复。这就是跨过情关的人会失去的第二种能力，那种带着强烈我执的咬牙切齿去嗔恨的能力。听到这里，你或许会问，失去了去爱的能力，失去了去恨的能力，那这个人不就变成了一块没有感情的石头了吗？可事实恰恰相反，真正跨过情关的人不是没有了感情，而是他们的感情再也不会被贪爱与嗔恨绑架，再也不会被外境的人与事牵着走。世人以为的失去，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失去，而是一场彻彻底底的超越。你以为的冷漠，其实是通透。很多人把不执着当成了冷漠，把不患得患失当成了不在乎。可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。麻木的冷漠是心死了，是对世间的一切都失去了感知，是用封闭自己的方式来避免受到伤害。这本质上还是一种执着，是对不被伤害的执着。而清醒的通透，是你的心依然能感知世间所有的冷暖，你依然会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，依然会对身边的人温柔以待，只是你再也不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绑定在另一个人的身上。你不会再因为别人的一句甜言蜜语就开心到睡不着觉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冷漠的话就跌入谷底。你不会再因为一段关系的开始就期待着永恒，也不会因为一段关系的结束就觉得天塌地陷。你依然会好好对待每一段相遇，依然会珍惜每一个当下的相伴，只是你不再执着于必须拥有，不再执着于永恒不变。就像《心经》里说的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当你不再执着于必须得到什么，你就再也不会有害怕失去什么的恐惧。这不是冷漠，是你终于活成了自己心的主人。你以为的无情，其实是大情。世人总觉得爱就是要占有，就是要独一无二，就是要我的眼里只有你。可这样的爱本质上是有条件的，是自私的。你爱他是因为他能给你带来情绪价值，能满足你的期待，能填补你内心的空虚。一旦他不再满足你的需求，一旦他要离开你，你的爱就会瞬间变成恨。这不是真正的爱，这是打着爱的旗号的贪爱与索取，是你把对方当成了填补自己内心空缺的工具。而真正跨过情关的人，他们把这份局限在一个人身上的有条件的小爱，升华为了对世间一切众生的无条件的慈悲。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。他们的爱就像天上的太阳，普照世间万物，不会因为你是好人就多给你一点阳光，也不会因为你是坏人就不给你温暖。他们不会因为你爱他就对你格外好，
也不会因为你恨他就对你格外坏。这份爱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挂碍，不会因为对方的行为就有丝毫的改变。这不是无情，是世间最广大最纯粹的大情。就像《金刚经》里说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当你不再执着于爱与恨的相，不再被爱恨的情绪绑架，你才能见到真正的爱，才能拥有真正的无条件的慈悲。你以为的麻木，其实是自由。世人的一生都在被爱恨情仇牵着鼻子走，心就像一片落叶，随着外境的风飘来飘去，身不由己。别人对你好一点，你就飘到天上；别人对你坏一点，你就落到谷底。一段关系就能把你折腾得死去活来，夜不能寐。你以为你是自由的，可你其实是自己情绪的奴隶，是贪爱与嗔恨的囚徒。你从来都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，你的所有情绪，所有喜怒哀乐，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。而真正跨过情关的人，他们的心就像一面平静的镜子，万事万物来到镜子面前是什么样子，就照出什么样子。可当事物离开，镜子里不会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，镜来则应，镜去则空。他们不会追悔过去的爱恨，也不会焦虑未来的聚散，只是安住于当下的每一刻，清醒地活着。他们依然会经历聚散离合，依然会面对爱恨恩怨，只是他们的心再也不会被这些东西牵动，再也不会陷入情绪的内耗里。这不是麻木，是你终于从轮回的缠缚里解脱出来，获得了真正的无上的自由。说到底，情关从来都不是你和某一个人的战争，而是你和自己的我执的战争。你失去的那两种能力，从来都不是爱的能力，而是被贪爱绑架、被嗔恨控制的能力，是把自己人生的主动权交到别人手里的能力。当你放下了这两种能力，你就放下了最深的我执，你的真心也就真正开始觉醒了。听到这里，你或许会问，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跨过这道情关，才能从贪爱与嗔恨的缠缚里解脱出来？佛陀早已给我们留下了最清晰的修行路径，只要你照着做，哪怕只是每天修一点点，也能慢慢从情执的苦海里走出来。第一步是观无常，破除对永恒的执念。世间万事万物都在不停的变化，没有什么是恒常不变的。情爱也好，关系也罢，都是缘起性空，是各种因缘聚合在一起才有的结果。你们会相遇是因为缘起，你们会分开是因为缘尽。就像春天的花会开，秋天的花会落，这是世间的规律，从来都不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。日常的修行里，当你在一段关系里患得患失的时候，不妨静下来，好好观想一下这段关系的缘起是什么，是哪些因缘让你们相遇、相知、相伴，而这些因缘是不是每一刻都在变化？你会发现，你从来都不可能拥有任何一个人，你能拥有的只有当下这一刻你们相伴的时光。当你真正看清了无常，你就不会再执着于永恒，也就不会再因为聚散离合而痛苦不堪。第二步是修无我，照见能爱与所爱的虚妄。情执的核心永远都是一个我字，我要被爱，我被伤害了，我必须拥有它，它不能对不起我。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我。可佛陀告诉我们，所谓的我不过是五蕴假合的幻象，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的聚合，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实实在在的我。你的身体在不停的变化，从年少到年老，从健康到生病。你的情绪在不停的变化，从开心到难过，从爱到恨。你的念头在不停的变化，前一秒还在规划未来，后一秒就陷入了后悔。到底哪一个
才是真正的我。同样的，你所爱的那个人也是五蕴假合的幻象，也在不停的变化，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他。日常的修行里，当你陷入他为什么不爱我的执念里的时候，不妨停下来，反问自己一句：这个正在痛苦、正在执着的我，到底是什么？当你慢慢照见我的虚妄，你就会发现，那些所谓的爱与恨，不过是自己的念头编织出来的梦。梦醒了，痛苦自然就消失了。第三步是转情为慈，把有条件的小爱升华为无条件的慈悲。你之所以会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执念，本质上是因为你的心里本来就有想要给人快乐、想要帮人脱离痛苦的能力，只是你把这份能力局限在了一个人身上，变成了占有与索取。而修行就是把这份局限的爱一点点扩大，变成对一切众生的慈悲。日常的修行里，你可以每天花5分钟的时间做慈心观的练习。先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在心里默念：愿我远离痛苦，愿我获得安乐。然后把这份祝福送给你爱的人，愿你远离痛苦，愿你获得安乐。再然后把这份祝福送给你讨厌的人，送给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愿你远离痛苦，愿你获得安乐。最后把这份祝福送给世间所有的众生，愿一切众生都能远离痛苦，都能获得安乐。就这样一点点把你的心打开，把你的爱扩大。当你的心里装着整个世间的众生，你对一个人的执念自然就会烟消云散。第四步是心无挂碍，安住当下，不追过去，不攀未来。情执带来的痛苦十有八九都来自于2个地方，要么是追悔过去的爱恨恩怨，要么是焦虑未来的聚散离合。我们总在怀念过去的美好，后悔过去的选择，总在担心未来会不会失去，会不会被辜负，却忘了我们真正能拥有的只有当下这一刻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再也不会回来。无论你再怎么追回，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。未来的还没有发生，你再怎么焦虑，再怎么担心，也无法控制未来的走向，反而只会让你当下的日子过得痛苦不堪。日常的修行里，当你陷入情绪内耗的时候，不妨把你的注意力拉回到当下这一刻，感受你的呼吸，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，再从你的鼻腔里出来，感受你的脚踩在地上的触感，感受你身边的声音，感受你当下的每一个念头，不评判它，不追随它，只是看着它，像看着天上的云一样，来了又走了。就这样安住于当下的清明里，你会发现那些让你痛苦的执念慢慢就消失了。当你不再追过去，不再攀未来，安住于当下，你的心自然就无挂碍了。我们这一生都在情关里打转，都在爱恨里缠缚。我们以为奋不顾身去爱是活着的意义，咬牙切齿去恨是对伤害的回应，却不知道正是这2种能力把我们困在了生死轮回的苦海里，不得出离。佛陀早就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而情执就是我们最深的妄想，最重的执着。我们把自己的真心困在了贪爱与嗔恨的牢笼里，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了外境的人与事，却忘了真正的解脱从来都不是向外抓取，而是向内觉醒。真正的过情关从来都不是让你断情绝爱，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木头人，而是让你不再被情所缚，不再被爱恨所转，让你从情绪的奴隶变成自己心的主人。当你失去了那种奋不顾身去贪爱的能力，失去了那种咬牙切齿去嗔恨的能力，你不是心死了，而是你的真心。
终于从妄想执着里醒过来了。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说明你也是一个想要觉醒、想要从情执的痛苦里走出来的人。不妨在评论区里写下你自己的感悟，或者你正在经历的情关，我们一起在这里互相陪伴，互相鼓励，一起跨过这道最难的关。也请你给这个视频按一个赞，把它热推出去，让更多被情执困住的人能看到这束光，能从痛苦里走出来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订阅，并且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后续我分享更多佛学智慧、修行方法的时候，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请你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身边正在被情所困的家人、朋友，你的一次分享可能就能帮他从痛苦里解脱出来，这就是一件莫大的善事。最后，愿每一个看到这里的你都能跨过自己的情关，都能放下贪爱与嗔恨，都能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愿你此生自在安然，慈悲喜乐。